现在你看到的这张黑白老照片是发生在1944年7月15日下午14时30分，美国西雅图波音2号工厂的屋顶上方，负责厂区安全巡览的陆军工兵部队中士约翰·威廉姆斯正漫步在一条名为布里亚尔克雷斯特大道的宁静街道上。阳光透过稀薄的云层，洒在整齐划一的白色栅栏和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草坪上。街道两旁种满了茂密的橡树和枫树，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在街道的拐角处停着一辆深色的轿车，而在不远处的十字路口，指示牌清晰地指向附近的学校和购物中心。从远处看，这简直就是美国梦最完美的缩影，一个典型的富足的宁静的战时郊区小镇。仿佛战争的硝烟从未波及这片乐土。但是当你把镜头拉近，或者让威廉姆斯中士走到那一排精致的独立洋房旁边时，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荒诞感瞬间扑面而来。威廉姆斯的身高只有 1.78 公尺，但他站在这栋带烟囱的双层别墅旁，竟然显得像个神话传说中的巨人。这栋看起来结构完整的房子，屋檐甚至还没到他的肩膀高。他伸出手，并没有触摸到粗糙的砖墙或温润的木板，指尖传来的触感是冰冷而粗糙的硬化帆布。他转过身，轻轻踢了一脚路边那棵看起来生机勃勃的橡树，树干发出了金属碰撞的空洞回声。那不是木头，而是一团被扭曲成型的生锈铁丝网，上面沾满了染成绿色的鸡毛和玻璃纤维。在这个名为波音仙境的小镇里，没有孩子在草坪上奔跑，没有家庭主妇在厨房里烘焙苹果派，甚至连那辆停在路边的轿车也是用胶合板拼凑出来的空壳，只有2个2维的侧面。威廉姆斯中士低头看了一眼脚下那片看起来有些发黄的草地，那不是泥土长出来的植物，而是数千吨铺设在沥青屋顶上的粗麻布，上面喷涂了数万加仑的绿色油漆。他走到街道中央的一个窨井盖旁，弯下腰抓住把手，用力一拉，随着沉重的盖板被掀开，那个宁静郊区的假象在瞬间崩塌。一股混合着液压油、航空燃油和高温金属切割味道的热浪，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工业轰鸣声，从那个黑漆漆的洞口猛烈地喷涌而出。脚下的地板开始有节奏的剧烈震动，仿佛这片虚假的土地下方关押着一头正在咆哮的钢铁巨兽。事实上，就在这层薄薄的伪装之下，仅仅隔着几公尺厚的钢筋混凝土屋顶，正运转着人类历史上最庞大最复杂的战争机器。这里是波音公司的第2号工厂，代号2号厂房。在这个单体建筑占地面积达到惊人的170万平方英尺的巨大空间里，3万名技术工人和机械师正日夜不休地进行着3班倒的疯狂生产。如果你能透过威廉姆斯中士脚下的缝隙向下看，你会看到一幅令人窒息的工业壮景。数百架银光闪闪的巨大机身正在装配线上缓慢移动，空气中弥漫着数千把气动铆钉枪同时开火，发出的哒哒声如同战场上的机枪扫射。起重机在头顶巨大的横架上滑行，吊运着重达数吨的机翼组件。这里生产的不是普通的武器，而是大日本帝国最可怕的梦魇 B-17空中堡垒和 B-29超级堡垒战略轰炸机，特别是 B-29轰炸机。这是一种代表了当时航空科技巅峰的毁灭性武器，它拥有增压座舱，能在10000公尺高空巡航，航程超过5000公里，载弹量高达9吨。它是美军为了跨越浩瀚的太平洋，直接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打击而专门研制的终极手段。每一架从这条生产线划出的 B-29都意味着东京、大阪或者名古屋的工业区将面临毁灭性的打击。正因为如此，这座波音2号工厂成为了整个同盟国战争生产体系中最敏感、最关键的心脏部位。如果这座工厂停止运转，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空中优势将瞬间大打折扣，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计划将不得不推迟数月甚至数年。这也让这座工厂成为了轴心国眼中最具价值的高空打击目标。虽然在1944年，日本海军的航母舰队已经在中途岛和马里亚纳海战中遭遇重创，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西海岸是绝对安全的。美国军方的情报部门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神经质的警惕，他们通过截获的电文和战俘供词得知，日本海军从未放弃过攻击美国本土的计划。从能够搭载小型水上飞机的E-400型潜艇，
到传说中正在研制的赴月洲际轰炸机，甚至是由潜艇发射的带有燃烧弹的气球炸弹。日本人的复仇意志像一把悬在西雅图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一架日军的高空侦察机，甚至是携带燃烧弹的远程轰炸机，能够成功突破美军的海岸防空网，飞临普吉特海湾的上空，那么这座占地面积巨大、特征明显的波音工厂，无疑就像是一个放在靶心的红色靶标。在7000公尺的高空，投弹手不需要精确的瞄准设备，只需要对着这片巨大的长方形建筑群投下几枚重磅燃烧弹。工厂内部堆积如山的镁铝合金、航空燃油和橡胶轮胎就会引发一场无法扑灭的炼狱大火。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几百架飞机的损失，更是对盟军战略节奏的毁灭性打击。为了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早在1942年，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就接到了一个看起来完全违背工程常识的绝密命令。他们被要求让这座巨大的工厂从地球表面彻底消失，不是搬迁，不是掩埋，而是原地消失。军方的高层很清楚，传统的迷彩涂装根本无法欺骗拥有光学瞄准镜的轰炸机投弹手。在白天，巨大的厂房阴影和规则的几何形状在空中一览无余。他们需要一种更有创意、更彻底，甚至有些疯狂的解决方案。于是，一个大胆到近乎荒诞的计划诞生了。美军决定在工厂的屋顶上按照1:1的比例重建一个完整的生机勃勃的城市社区。他们要利用人类视觉的错觉，欺骗数千公尺高空之外的那双眼睛，让敌人的飞行员相信这里只是一片毫无军事价值的安静住宅区。然而，要在这个充满易燃物、承重能力有限且时刻震动的工厂屋顶上建造一个面积达26英亩，也就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空中城市，其难度甚至超过了设计一架新型飞机。工程师们不仅要对抗地心引力，要对抗狂风暴雨，还要对抗人类视觉的透视规律。接下来，我们将带你回到1942年的那个恐慌时刻，看看美国人是如何在恐惧的驱动下，一步步把这个异想天开的脑洞变成了现实中那个荒诞而又宏伟的波音甲城。要把时间回拨到那个决定性的早晨，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珍珠港升起的滚滚浓烟，不仅摧毁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战列舰，更像是一记重锤，彻底粉碎了美国本土长久以来的安全感。在此之前，2个大洋被视为不可逾越的天堑，保护着美国工业心脏免受战火波及。但在这个早晨之后，对于生活在西海岸的数百万美国人来说，大海不再是屏障，而是一条向日本帝国海军敞开的高速公路。到了1942年初，这种恐慌在西雅图达到了顶峰。西雅图不仅仅是一个港口城市，它是美国战争机器最重要的输血动脉之一。就在这座城市的南部，杜瓦米什河畔坐落着波音公司的巨大厂区，这里是 B-17飞行堡垒轰炸机的唯一出生地。在战争初期，每一架 B-17都是盟军极其宝贵的战略资产。可以说，如果西雅图陷落或者波音工厂被摧毁，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面临无机可用的灾难性局面。当时的情报资讯极度混乱，美国军方截获的无线电信号显示，日本海军的1级远洋潜艇正在东太平洋海域游弋。这种大型潜艇不仅携带鱼雷，部分型号还搭载了小型水上侦察机，理论上具备对美国沿海城市进行有线空袭或校射的能力。这种威胁并不是空穴来风。1942年2月23日，日本海军伊附17号潜艇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芭芭拉附近的埃尔伍德油田浮出水面，用甲板炮向岸上的储油设施发射了10多发炮弹。虽然造成的实际物理损害微乎其微，但心理冲击却是核弹级别的。这是自1812年战争以来，美国本土大陆第一次遭到外国军队的直接炮击。紧接着，在6月20日，另一艘日本潜艇伊附25号鬼魅般的出现在了俄勒冈州的史蒂文斯堡外海。在漆黑的夜色掩护下，日军指挥官田上明次下令艇员操纵甲板上的140毫米口径火炮，向美军基地倾泻了17枚高爆榴弹。这2次攻击彻底引爆了西海岸的歇斯底里，西雅图随即进入了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每当夜幕降临，凄厉的防空警报声就会响彻城市上空，严格的灯火管制被强制执行，
任何一丝从窗帘缝隙透出的灯光都可能招致防空纠察队的严厉呵斥。在普吉特海湾周围，防空气球像巨大的灰色幽灵一样漂浮在空中，试图阻挡低空突防的敌机。地面上成千上万的沙袋被堆砌在重要建筑周围，高射炮阵地在公园和学校操场上拔地而起。但在所有这些目标中，波音2号工厂的防卫是个几乎无解的难题。从战术防御的角度来看，这座工厂简直就是一个噩梦。它太庞大了，庞大到无法隐藏。波音2号工厂的主体结构是一个占地数十英亩的巨大长方形屋顶，平坦且连续，周围是开阔的机场跑道和停机坪。更糟糕的是它的地理位置，它紧邻杜瓦米什河的入海口，那条蜿蜒的河流在月光下会像一条银色的丝带，为高空飞行的轰炸机导航员提供了一个最完美的天然地标。任何一个受过基础训练的投弹手，只要顺着河流飞行，就能轻易找到这个巨大的工业目标。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评估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依靠现有的高射炮火力和烟幕发生器，根本无法保证波音工厂在遭受大规模空袭时的安全。一旦日军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突破外围防线，或者日军研发出能够从潜艇发射的轰炸机，只需要几枚燃烧弹击穿那个毫无防护的木质屋顶，工厂内部储存的大量航空铝材、镁合金、铸件、橡胶和高辛烷值燃油，瞬间就会引发一场无法控制的金属火灾。这种火灾的温度极高，普通的水源根本无法扑灭，整个 B-17生产线将在几个小时内化为灰烬。面对这种不对称的威胁，美军西大道的防御指挥官们意识到，硬碰硬的防空拦截是最后一道防线，而在那之前，他们需要一种更聪明的手段。既然无法把工厂搬走，也无法把它藏在地下，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欺骗。他们需要让日本飞行员在万米高空向下俯瞰时，大脑产生错觉，把致命的军工厂误判为无害的民用设施。这不是给坦克涂上几块迷彩油漆那么简单，这是一项改变地貌的超级工程。为此，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做出了一个极具创意的决定。他们没有找建筑师，也没有找土木工程师，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洛杉矶的好莱坞。他们征召了一位特殊的专家，约翰·斯图尔特·德特利。德特利不是军人，他是好莱坞著名的艺术指导和布景设计师。在战争爆发前，他曾凭借电影《劳苦功高》获得过奥斯卡提名。他的专长就是在摄影棚里，利用光影、透视和材质的欺骗性，无中生有地创造出宏伟的宫殿、繁华的街道或者荒凉的战场。当德特利接到军方的征召令，来到西雅图，站在波音2号工厂那个仿佛无边无际的巨大黑色沥青屋顶上时，他面临的是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他要设计的不是一个只会存在于胶片上几秒钟的背景板，而是一个必须经受住太平洋海风吹袭，必须能骗过高倍率航空侦察相机，且面积达到26英亩的超级布景。军方给他的任务简报非常简短，却重如千钧。掩盖这座工厂不是遮挡，是让它变身，要让任何飞过这里的敌机相信，下面只是一个普通的住满了工人的西雅图郊区社区。德特利站在屋顶上，看着脚下流过的杜瓦米什河，又看了看远处连绵的居民区，一个大胆的构想在他的脑海中成型。他不需要在这个屋顶上画画，他要在上面盖房子，但他不能使用砖石和水泥，因为工厂屋顶的横架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重量。他必须使用好莱坞最擅长的手段道具，这是一场工程学与电影艺术的疯狂联姻。德特利向军方开出了一份匪夷所思的物资清单，这份清单里没有防空机枪和雷达，而是列出了500万英尺的加利福尼亚红木板材、50万磅的钢制铁丝网、数百万平方英尺的粗麻布以及数十吨的油漆。在他的构想中，波音工厂那平坦巨大的屋顶将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拥有街道、房屋、车库、草坪、树木甚至消防栓的完整社区。这个社区将与周围真实的西雅图郊区无缝融合。在这个巨大的伪装网之下，美国最精锐的轰炸机将源源不断地驶向战场。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也是一个绝望的赌注。如果德特利的手艺不够精湛，如果日本侦察机看穿了这个巨大的视觉陷阱，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在1942年那个充满恐惧的夏天，这是保护波音工厂唯一的选择。
于是，一场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伪装工程，在西雅图的阴霾天空下正式动工了。成千上万的工兵和木匠爬上了屋顶，开始在这个钢铁巨兽的头顶上编织一个巨大的、足以欺骗上帝的谎言。1942年的春天，当第一批满载着木材和钢丝网的卡车驶入波音厂区时，一场工程学与视觉艺术的疯狂实验正式拉开了帷幕。要在波音2号工厂的26英亩，也就是大约105000平方公尺的屋顶上建造一座城市，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像不像的问题，而是塌不塌的问题。你要知道，这并不是一块坚实的平地，而是一个巨大的钢结构屋顶。它的设计初衷仅仅是用来遮风挡雨，以及承受冬季西雅图积雪的重量。如果在上面堆砌真实的砖块、水泥或泥土，脆弱的屋顶横架会在瞬间因为超载而断裂，把上面的假城市和下面正在装配的 B-17轰炸机一起砸成废铁。因此，负责施工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必须严格遵循一个核心原则：轻必须轻到几乎没有重量。好莱坞布景师约翰·斯图尔特·德特利拿出的方案，让那些习惯了修桥铺路的军方工程师大开眼界。他并没有把屋顶看作地面，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巨大的舞台地板。施工队首先在黑色的沥青屋顶上铺设了一层特殊的隔热层，然后覆盖上数千吨压实的矿渣和红色碎砖屑。这不仅是为了防火，更是为了模拟出社区道路和车道的质感。紧接着，最魔幻的造地工程开始了。工人们并没有运来泥土，而是展开了数百万平方英尺的铁丝网。这些铁丝网像地毯一样被铺设在屋顶上，然后覆盖上一层厚厚的粗麻布。你可以把这想象成一张巨大的、覆盖了整个屋顶的画布。在这块画布上，数十名好莱坞顶级的画师开始挥舞喷枪，他们用成吨的绿色油漆混合着特殊的纹理剂，在粗麻布上喷绘出草坪花园和灌木丛。为了让这层假草皮在阳光下看起来不反光，并且具有真实草地的毛绒感，他们甚至在油漆未干时撒上了大量的木屑和染色羽毛。从高空俯瞰，这种经过特殊处理的粗麻布表层完美地模拟了修剪整齐的肯塔基蓝草草坪的色泽和质感，解决了地面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建筑物的挑战，这是一个关于欺骗眼睛的几何学游戏。德特利非常清楚，日本轰炸机的投弹手通常是在7000公尺到10000公尺的高空进行观测。在这个高度，人类的视觉会丧失大部分的立体感，地面物体会变得扁平化。只要影子的投射角度合理，大脑就会自动脑补出建筑物的高度。因此，波音屋顶上的所有房屋都采用了强迫透视法的设计原理。这300多栋各式各样的建筑，包括独栋别墅、车库、学校，甚至社区教堂，其实都是没有地基的胶合板空壳。它们的高度经过极其精密的计算，大部分只有1.2公尺到1.8公尺高。如果你是一个身高正常的成年人，站在这些房子的前门，你的头顶甚至会超过屋檐。但在高空侦察机的镜头里，这些按比例缩小的矮房子，配合上特意画在地面上的长长的假阴影，会呈现出完美的3维立体效果。这就像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微缩模型，只不过这次的模型大到了城市级别。为了让这些房子能够抵御普吉特海湾强劲的海风，工程师们还在结构上动了脑筋。这些房屋模型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它们的底部留有通风口，甚至有些墙面本身就是用透气的帆布绷在木框架上制成的。当狂风吹过屋顶时，气流可以穿过这些建筑物，而不是把它们像风筝一样吹飞。更令人叫绝的是对植物的处理。一个没有树木的社区是不真实的，树木的高度和树冠的形状是打破屋顶平直轮廓线的关键。但是真的树太重，而且无法在屋顶上存活，于是工人们制造了数千棵弗兰肯斯坦式的假树。树干是用铁丝网卷成的圆柱体，外面包裹着涂了柏油的帆布，树枝是废弃的电缆和钢筋，而树叶则是最不可思议的部分，它们是由经过防腐处理的鸡毛、玻璃纤维和一种叫做仿毡的工业纤维编制而成的。这些假树被涂上深浅不一的绿色，按照植物学的分布规律，错落有致地种植在假房子的周围。它们不仅提供了视觉上的伪装，其复杂的纹理还能有效地打散阳光的反射，防止光滑的屋顶在空中产生耀眼的反光点。当然，整个工程中最危险的因素依然是火，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为了防止工厂被日本人的燃烧弹烧毁，美军在工厂头顶堆放了500万英尺极其易燃的干燥木材和油漆布料。一旦屋顶起火，不需要日本人动手，这个巨大的柴火堆自己就能把波音工厂烧个精光。为了应对这个风险，工程兵团在屋顶上铺设了一套庞大而复杂的消防管网，每隔几十公尺就竖立着一个真正的消防栓。这是这个假城市里为数不多的真东西。一旦发生火情，一套高压喷淋系统可以在几分钟内把整个屋顶变成一片泽国。到了1944年，当最后一块路牌被插在路口，这项浩大的工程终于完工。此时，如果你驾驶着飞机从波音工厂上方飞过，你绝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那个巨大的、灰色的、死气沉沉的锯齿状厂房屋顶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与周围环境无缝融合的美国郊区奇迹。这片名为波音仙境的伪装区，通过巧妙设计的假街道与地面上真实的西雅图市政道路完美对接。布里亚尔克雷斯特大道、第16大道，这些虚构的道路延伸到屋顶边缘，通过缓坡和视觉错觉，看起来就像是自然地连接到了远处的真实街区。哪怕是经验最丰富的情报分析员，拿着高分辨率的航空侦察照片，如果不进行仔细的立体比对，也很难找出破绽。在这里，好莱坞的造梦艺术与严谨的军事工程学达成了完美的统一。但最令人感到魔幻的还不是这些静止的布景。为了让这个死寂的假城市拥有生命，美军甚至引入了动态的伪装元素。这个屋顶上竟然真的有人在生活。如果说屋顶上的世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默剧，那么此时此刻，在那个只有几公分厚的伪装层之下，正在上演的是一场震耳欲聋的重金属交响乐。让我们把视角穿透那些用帆布做的假地面，深入到波音2号工厂的内部。这里的空气中永远弥漫着一股混合了切削液、臭氧和过度加热的金属味道。巨大的厂房内部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数千盏高强度的工业水银灯将这里照得亮如白昼。在这里，多达3万名产业工人正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3班倒作业。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些挥舞着气动铆钉枪、操作着巨大液压机的人，大部分都不是强壮的男性，而是头戴方巾、身穿连体工装裤的女性。她们就是著名的铆钉女工罗西。因为男人们都去了欧洲或太平洋的前线，这些原本应该是家庭主妇的女性，现在成为了这个庞大战争机器的脊梁。在这个充满金属撞击声的钢铁丛林里，体积庞大的 B-17飞行堡垒和更为巨大的 B-29超级堡垒轰炸机正像流水线上的香肠一样被制造出来。特别是 B-29的组装现场景象，足以让任何目击者感到窒息。这种翼展达到43公尺的巨兽几乎填满了厂房的每一个角落，工人们像蚂蚁一样爬满了银色的机身。有人在连接复杂的增压座舱线路，有人在安装那个能够遥控射击的炮塔系统。每隔几个小时，只要工厂大门打开，就会有一架崭新的、闪着寒光的轰炸机被拖车拖出，随即就会被送往附近的机场进行试飞，然后飞越浩瀚的太平洋去执行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然而，就在这股足以毁灭城市的工业力量头顶上，仅仅相隔几公尺的高度，那个名为波音仙境的假小镇却维持着一种诡异的平静。为了让这个巨大的谎言不被戳穿，美军很快意识到，一个死气沉沉的社区本身就是最大的破绽。如果日本侦察机连续几天拍到这里的照片，发现街道上空无一人，汽车停在原地纹丝不动，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于是，一支特殊的部队被派驻到了屋顶上，他们被称为伪装维护队。但实际上，他们更像是一群每天都在上演真人秀的演员。这支队伍由大约300名士兵和部分平民雇员组成。他们每天的任务，除了修补被风吹坏的假树、重新粉刷褪色的草坪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假装生活。每天清晨，当工厂地下的早班哨声吹响时，屋顶上的这些演员也会准时出现在布里亚尔克雷斯特大道上。他们穿着便服，三三两两地在这些只有 1.2公尺高的假房子之间散步。为了不踩坏脆弱的屋顶材料，他们必须严格按照画在地上的隐形路线行走。对于万米高空的侦察机来说，人类只是一个个移动的小黑点，只要有点在移动，就意味着这里有人居住，这里是安全的民用区。更滑稽的一幕发生在该社区的交通管理上。为了模拟真实的社区生活气息，
工兵们用轻质木材和帆布制作了几十辆假汽车，这些汽车只有外壳，里面是空的，重量轻到2个成年人就能轻松抬起来。每天，维护队的士兵们都要执行一个叫做移动车辆的战术动作，他们会钻进这些假汽车的底盘下面，像抬轿子一样把它们抬起来，从这栋房子的车道搬到那栋房子的路边。有时候，他们还会故意把这些假车停得歪歪扭扭，模拟出周日早晨慵懒的停车状态。甚至连晾衣绳上的衣服也是道具。为了增加生活气息，一些房子后面挂满了床单和衬衫，这些衣物被铁丝固定住，防止被风吹走，但在空中看起来就像是某位勤劳的家庭主妇刚刚洗完衣服。而在这一切表演的背后，屋顶上的士兵们时刻都能感受到脚底下传来的震动，那是巨大的冲压机在锻造飞机零部件时引发的共振。当你坐在假的公园长椅上休息时，你的屁股会感觉到持续的酥麻感。当你把耳朵贴在那棵假的橡树上时，你听到的不是鸟叫，而是下方数千把铆钉枪发出的密集哒哒声。这种强烈的反差构成了二战中最超现实的画面之一。上面是岁月静好的虚假和平，下面是正在锻造死亡的战争熔炉。有时候，当工厂进行防空演习时，屋顶上的维护队还要配合释放烟幕，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主要敌人并不是日本人的零式战斗机，而是西雅图糟糕的天气。狂风会把假树连根拔起，暴雨会把草坪上的绿漆冲刷掉，露出下面褐色的粗麻布。维护队必须像伺候娇贵的盆栽一样，不停地修补这个26英亩大的大玩具。他们甚至要拿着巨大的扫把清理掉落在假街道上的真树叶，因为真的树叶会腐烂变色。而在永远翠绿的波音仙境，任何衰败的迹象都可能引起敌人的怀疑。就在这一真一假的交错中，战争的齿轮疯狂转动。到底有没有日本飞行员被这个巨大的骗局通过？这是一个历史谜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层薄薄的伪装网保护下，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波音2号工厂共生产了整整6981架 B-17轰炸机和数千架 B-29轰炸机。这些从假房子下面钻出来的钢铁巨兽，最终将数百万吨的炸弹倾泻到了轴心国的头上，彻底改变了战争的走向。而那个屋顶上的幽灵小镇，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迎来了它命运的终点。1945年8月，随着2枚代号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腾空而起，第2次世界大战终于迎来了它的终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执行这2次终极轰炸任务的 B-29超级堡垒轰炸机艾诺拉盖号和伯克斯卡号，虽然并非直接产自西雅图总装线，但他们身上无数的关键零部件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设计图纸，都源自那个被假城市覆盖的波音2号工厂。在这个假社区的庇护下，在这个由鸡毛树和帆布房子构成的虚假天堂下方，美国航空工业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产能爆发。直到战争结束，日本帝国的轰炸机从未出现在普吉特海湾的地平线上。那个让西雅图军民夜不能寐的毁灭性时刻最终没有到来。有人可能会问，这是否意味着那个耗资巨大的26英亩伪装工程其实是一场毫无必要的浪费？军事历史学家在复盘这段历史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虽然日本海军的航母舰队在中途岛之后就失去了远程奔袭西海岸的能力，虽然那个传说中能够从日本本土起飞轰炸美国的富岳洲际轰炸机计划最终胎死腹中，但这套伪装系统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战略威慑和心理防线。在情报战的层面上，它极大地增加了日军制定攻击计划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如果日本潜艇发射的水上侦察机哪怕只是匆匆一瞥，拍到的是一片宁静的住宅区，而不是繁忙的工业目标，那么这层伪装就已经赢了。更重要的是，它为那3万名日夜赶工的波音工人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心理安全感，因为头顶上有这个巨大的盾牌生产线，才没有因为空袭警报而频繁中断，才保证了 B-17和 B-29能够像香肠一样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胜利。在这个假城市的掩护下，波音工厂成为了民主兵工厂最坚硬的心脏。然而，随着停战协定的签署，这个为了战争而生的怪异小镇也迅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1946年初，也就是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波音公司接到了拆除伪装的命令。这也许是建筑史上最奇怪的一次拆迁作业。通常拆除一个社区需要推土机和爆破球，
但拆除波音仙境需要的却是剪刀和扫帚。工人们重新爬上屋顶，像剥去一层枯萎的皮肤一样，开始一点点撕开这个巨大的伪装网。那些曾经在侦察机镜头里看起来坚固无比的独栋别墅，被轻易地拆解成一堆堆废弃的木板。那几千棵虽然不长叶子，但依然挺立的假树被连根拔起，露出了下面生锈的铁丝骨架。那片虽然有些褪色，但依然绿意盎然的粗麻布草坪被卷成一个个巨大的草卷，像地毯一样被运走。随着最后一车垃圾被运出厂区，那个存在了4年的幽灵社区彻底消失了。波音2号工厂那黑色的锯齿状的沥青屋顶再次裸露在西雅图阴冷的雨水中，没有了虚假的街道和路牌，这里重新变回了一座冷冰冰的工业堡垒。在这场大规模的拆除行动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据说，当那些负责维护假城市的士兵们最后一次走过布里亚尔克雷斯特大道时，竟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他们在那个不存在的街道上生活了整整3年，他们熟悉那里的每一个拐角，每一个假的消防栓，甚至给每一棵假树都起了名字。对他们来说，那个幻影般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比下面那个充满了噪音和金属碎屑的真实世界更加真实。今天，如果你去到西雅图，试图寻找这个传奇伪装的遗迹，你可能要失望了。随着航空技术的飞速发展，老旧的波音2号工厂早在2010年就被彻底拆除。那片曾经承载着26英亩谎言的土地，现在已经变成了波音机场现代化设施的一部分。但是这段历史并没有随风而逝，那一组黑白照片，那个荒诞的屋顶小镇，依然作为2战中最具超现实主义色彩的注脚，被永久地封存在了档案中。它提醒着我们，在那个总体战的时代，为了生存和胜利，人类的想象力可以被逼迫到何种疯狂的境地。它是一个关于恐惧的纪念碑，也是一个关于创造力的奇迹。它向我们展示了，为了保护制造死亡的机器人类，竟然可以如此逼真地伪造出最美好的和平生活图景。这或许就是战争最大的黑色幽默。最宁静的郊区风景之下，往往隐藏着最暴力的破坏力量。在你看来，如果日本人真的发动了空袭，这层伪装网能骗过他们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也对这种冷门的军事历史和荒诞的战争工程感兴趣，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点亮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次的精彩解说了。我是战争启示录，我们在下一个被历史尘封的档案袋里再见。